说一遍，龙来境内一族进行龙来。哈哈哈哈哈！今日过后，这里就是我大扶桑的地盘。建军，多亏你了！此战过后，可保我龙来疆域30年无忧。职责所在，分内之事。只是国主，我申请退役之事。建军，你可是我龙来唯一的5星战将，你真打算退役？罢了，你离家已有10年，思乡情结，是该回去看看。建军，鉴于你这些年的赫赫战功，国家商议决定授予你龙纹证书。相比普通退伍证，手持此证可视作我亲临，可调动一切资源。此等殊荣，全国仅此一例。那多谢国主了。从今以后，我不再是什么5星战将，我只想做回王家村的王建军，那个会帮母亲挑水劈柴的儿子，那个会给妹妹买糖葫芦的哥哥。从容10年，想必母亲和小雅也很想我吧。小雅妹妹，别怕嘛，哥会很温柔的。求求你们，放过我女儿吧！我儿子是当兵的，他马上就要回来了。老东西，还你儿子了，说不定早就死哪个山沟里了。更何况他保家卫国，连自己亲妈和妹子都保不住，他不是废物是什么？哥你在哪儿呢？怎么还没回来？王大虎，王二狗，为国尽忠，九死一生，你们竟敢辱我家人！你他妈谁呀？搁这儿多管闲事儿！爸，你喝醉了，这就是你口中的那个废物啊！放开我，哥！找死！啊！儿子，小杂种，你敢动我儿子，我他妈揍死你！你们还愣着做什么？一起上啊！不要！我哥可是王家村的村长，你要敢动我，他不会放过你的。小雅，别怕，哥回来了。妈，儿子不孝，让你受委屈了。但儿子现在回来了，儿子向你保证，以后绝对没有人再敢欺负你们。傻儿子，快起来！说这些做什么？妈只希望你和小雅平平安安。王建军，你一个丧门星，一回来就伤人！王建军，一回来就下这种黑手，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还有没有我这个村长？大家都看看，这就是从外面回来的大人物，对自己本家兄弟下这种毒手，简直就是个畜生！是啊，下这么重的手，确实有些太过了。富贵，不是建军的错，是他们要欺负小雅，还打我！你给我闭嘴！你个老东西！你儿子不分青红皂白，打断了人的手脚，这你都敢包庇？我看你们娘俩就是一伙的。就是他们先动手的，他们耍流氓，脱我的衣服。耍流氓？谁看见了？我看是你自己穿的不三不四，勾引人吧。怎么啊？说完了？
王建军，你想干什么？我知道你能打，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出来混讲的是背景，讲的是势力了。实话告诉你，镇上安保公司队长刘国才刘队，那可是我好兄弟，我已经给他打电话了，他马上就过来了。今天你逃不掉。刘队，您总算来了，您可得替我们做主啊！王建军妹妹勾引我弟弟和侄子，事情败露后就重手伤人，简直目无法纪。王兄弟，你放心，哥哥今天一定给你秉公处理。谁是王建军？是，就是你，光天化日之下行凶伤人。别说本队长没给你机会，有什么身份提前说出来。我刚退役。这是军官退役证书。你他妈真是笑死本队长了！你伪造退役职位也做得专业一点好吧？还他妈5星战将！没错，你要是那什么5星战将，我还是国主呢！行了行了，看来你也知道一个大头兵的身份退役毫无作用，所以搁这儿招摇撞骗。可惜这套对我不管用，你还是老老实实跟我回队，还愣着干什么？他涉嫌故意伤害，还不把他给我铐起来带走！不能抓我儿子，哥！妈，小雅，别怕，相信我，没事的。我可以和你们走，但我保证，你们会后悔的。我后悔，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在王家村，我王家就是天；在白杨镇，我刘队就是法。铐上，带走。我能打个电话吗？打电话，行啊，让你打。我倒要看看你个穷当兵的能叫来什么大人物给你撑腰。李强，是我，我在青州白杨镇安保公司遇到了一点麻烦。装模作样，接着装。本队长倒要看你究竟还能装到什么时候，都看见了吧？这就是胆敢得罪我王家的下场。刘队已经答应了，会把王建军这个案子办成铁案，让他牢底坐穿。建军这次实在是太莽撞了，只怕是凶多吉少。虽说不是呢，整个白杨镇谁不知道王富贵和刘国才两人好的穿一条裤子，背后甚至还有人。桂兰啊，我看你还是替你家建军向王富贵服个软吧。好男不吃眼前亏，他好不容易回家，难道真要去坐牢吗？都怪我，哥，你千万不要有事。国主，不好了！王兰将返乡到家第一天，遇上黑恶欺辱其家人，理论争辩，反被当地安保公司扣押带走。岂有此理！王战将在前线浴血奋战，这群硕鼠宵小却在背后相互勾结，无恶不作。国主息怒，王战将曾经的部下李强、赤莲等人收到消息后，已经第一时间动身赶往了。那就好，我们绝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传我命令，开启1级战备状态，所有航线路线全部为他们让路，同时允许他们在权限内调动所有力量，不限制人数，不限制装备。1队、2队全部紧急集合，全员全装，带上你们最硬的家伙。出发，目标白杨镇安保公司。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吃了雄心豹子，居然胆敢抓我们队长！目标确认，全军出击。王建军，本队长再给你一次机会，老老实实把口供签了。
我还能给你定个激情伤人，判你个3、5年。颠倒黑白，无耻之极。这王家村白杨镇的天，确实应该好好扫一扫。要是不签，我这审讯室里的手段可多着呢，保证让你把干过的、没干过的事儿，统统哭着喊着认下来。你他妈的说话给脸不要脸是吧？给我装深沉是吧？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我再说一遍，你会后悔的，这一棍的代价你也承受不了。你什么情况？这么大动静？我看谁敢动我们队长！终于来了。不许动！全都抱头蹲下，放下武器！你他妈的知道他是谁吗？你他妈的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吗？谁给你的狗胆，居然敢抓他！你敢打我？你们又是什么人？查，给我查！以涉嫌包庇黑夜势力、滥用职权、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多项罪名，给我把这个叫刘国才的和所有涉案人员全部控制。是。你们不能这样对我！你们这是滥用职权！放开我！你们知道我姐夫是谁吗？我姐夫是县安保公司的张涛，张副总。县安保公司副总是吧？张涛是吧？哼，真是好大的官位！今天我就让你死个明白！将军、队长，我们来晚了。将军，难道你真是5星战将？怎么可能？你穿着再朴素不过的旧衣，怎么真的可能是5星战将？我不相信。我说过很多遍，你们会后悔，现在可曾相信了？王建军，不，王将军，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我再也不敢了。你刚不是还自信有你姐夫张涛给你撑腰吗？现在怎么怕？行了，拖下去，依法处置。王建军，王将军，我错了，你大人有大量，就饶我一次吧。队长，您没事吧？国主得知您受辱，家人被欺，已经下达1级指令，授权我们调动所有战部资源，为您彻查此案。没错，国主原话，任何部门、任何人员不得阻拦，确保一查到底，绝不姑息。队长，您想怎么做？我已经退役，按照你们的计划调查即可。而且我母亲和妹妹还在家里，多半在为我担惊受怕。我先回去安抚他们。队长，我送你。那这里就交给我来处理。队长您放心，我一定将这刘国才背后将这什么副总张涛以及青州的贮存全部挖出来。你们公司也被关了啊！哪个不判死敢夺老子的公司，还敢抓国才？我也不知道。都来了。妈，您别担心，哥从来没有骗过我们。他说会平安回来，就一定会回来的。桂兰啊，
你这是在等建军回来？你怎么就是不相信呢？是啊，王富贵在村里只手遮天，横行霸道。建军落了他的面子，他怎么会善罢甘休？就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你抓紧带小雅去给他们认个错，服个软，建军说不定还能少受一点罪。建军居然还真安然无恙的回来了。妈，又让您和小雅担心了。回来就好，傻孩子，你平安回来比什么都强。走，快进屋，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鸡蛋面。你们是建军战友吧？快，一起进屋。伯母不必客气，我们就不进屋打扰了。队长，我这就去逮捕王富贵、王大虎一行人，他们仗势欺人，堪称罪大恶极，必须让他们为自己的恶心付出代价。吃吧，只要哥哥在，天就塌不下来。而且，哥哥向你保证，所有欺负过你的恶人，欺凌过乡亲的恶人，哥哥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有哥哥在，有哥哥保护的感觉，真好。王建军那个废物，居然把老子打成这样，只是让他坐牢，真是便宜他了。哼，慌什么？他进去了，不是还有他娇滴滴的妹子和老娘吗？待会儿趁天黑，咱们再摸过去。今晚老子非要好好爽一把！行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刘队突然被抓，整个安保公司也被端了，你们俩就不能消停一点吗？大伯，有什么好慌的？咱们背后可是张涛张副总撑腰，你看，而且刘队肯定是有其他原因，绝不会是因为王建军。就是，要真是因为他，那群荷枪实弹的士兵端了刘队后，就应该立即冲进来，把我们也按住了。现在呢，我们不照样一点事儿没有？王富贵，你利用村长之便，涉嫌多起职务侵占、贪污受贿，我现正式对你进行逮捕。王大虎、王二狗，你们父子谋害国家重臣家属，故意伤害，同样罪恶难逃。放开我！你们是什么人？就算我们有罪，也不该是你们抓我。没错，你们没权利抓我们。而且你知道我们背后是谁吗？张涛张副总，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张涛，放心，马上就到他了，有一个算一个，从下到上，你们谁也跑不掉。装甲车、战机，真是笑死我了。要说那叫什么王建军叫来几个战友，老子还勉强相信，现在连战机什么都扯出来，这不明摆头装腔作势，想要吓唬老子吗？简单的身份呢？他再有什么身份，也大不过老子背后的靠山。在白山县地界，乃至整个青州，我们都是无可争议、翻云覆雨的天。你就是张涛。无关人等立刻离场。王建军是吧？老子他妈没去找你，你小子倒先上门送死了。这样吧，跪下把老子鞋擦干净，再去找有关部门，承认诬告伤人的罪名，乖乖把刘国才给我放出来。
老子还能给你个活命的机会。那我也给你个机会，交代你刚口中说的那个所谓靠山，我还能让你少受一点苦。王建军，他妈给脸不要脸是吧？那就不要怪老子心狠手辣了。老子混了这么多年，你以为老子会没一点准备？这些可都是老子精挑细选的好手，个个都能打，以一敌十都不在话下。所有人上，给我弄死他！是。就这些土鸡瓦狗给你的底气吗？一招竟然只用了一招，这不可能！不要杀我！你要敢动我一下，我背后的人绝不会放过你！我承认你有些实力，但你根本不知道我们背后的势力究竟有多恐怖，是你永远无法招惹不起的存在。招惹不起？你们一个个还真蠢得无可救药。事到如今，你该不会还真天真的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伍兵吧？他不是一个普通退伍兵，那他是……他不是一个普通退伍兵，那他是……所有人不许动！青州纠治院办案，立刻封锁现场，所有物品痕迹全部封存。你们也一样，王家村事件我们已经了解，但你们也不能私下动手报复。队长，我和李强是奉国主特令前来驰援，属于战时特调。青州各方面可能并不知晓您5星战将的身份，我这就去和他解释。不必了，这位秦组长说的很对。如今我已退役，就理当遵守规矩，按照律法办案。秦队长救我，快点救我！魔鬼，他就是个魔鬼，他想要杀我！张涛，你现在说这些没有意义。我们今天来，只为调查王建军家属受辱一事，以及所牵连出的支撑你和刘国能违法乱纪的背后之人。现在你有2个选择：第一，你一个人扛下所有罪责，身陷牢狱；第二，交代问题，检举你背后的人，还能争取宽大处理。我交代，只要你别把我交给他们就行。保持距离。是泰山会，我们青州有一个泰山会，会长是青州建设集团的吴振雄吴会长。这次王家村的事儿，也是他授意我压下去的。他说王建军只是个退伍兵，掀不起风了。泰山会吗？真正的大鱼终于浮出水面了。那么下一个清算的目标，就是你们了。吴振雄泰山会，果然是他。把他带回去，连夜审讯，同时收集固定证据，把他吐出来的每一件事都给我定死。王建军同志你好，我是青州检察院组长秦之宇。你好，秦组长。就是这位与其家人受辱，从而引得战部震怒，甚至惊得省州连夜成立调查组。看上去好像有些平平无奇。王建军同志，关于你家人的遭遇，我向你和你的家人表示歉意。我们一定会依法严惩所有犯罪分子。不过，我也要直言，你以非正常渠道动用战部力量介入地方调查，这种行为极为不妥，也不符合规矩，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放肆！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位是什么身份吗？你有什么资格随意评判、指责他的行为？赤莲，
秦组长，我也有2点要说。第一，我没有向任何人施压，只是打了一个电话，陈述家人受辱的事实。第二，我不仅是想为我家人讨一个公道，更是为千万青州百姓讨一个公道。王富贵、刘国才之流作威作福，连我的母亲、妹妹都敢欺负。要是换成无权无势的普通人，你觉得他们就会收敛吗？不，他们只会变本加厉。所以，我既然有能力，也就有能力为他们发声，为他们挣一个公道。总而言之，张涛已经交代，他们背后乃是横亘青州政商各界的庞然大物泰山会。你能做的也就到此为止，后续交给我们就好。你最近也多加小心，从张涛做派看，你就该知道泰山会的行事风格。秦组长，你这么说，是早就了解过这个所谓的泰山会？青州这几年所有的土地拍卖、工程项目，背后基本都有泰山会和吴振雄的身影。像刘国才这些安保公司，只是他们敛财看门的狗。其实早在你退役出事之前，我们青州方面就已经暗中调查，可就是抓不住他们确凿的证据。这么说来，这泰山会和这什么吴会长，倒还是有些本事。是吴振雄打来的。您好啊，秦组长，我是青州吴振雄啊。听说你们指导工作和我们泰山会产生了些误会。吴会长，我们办案讲究证据，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不存在什么误会一说。秦组长，何必这么见外？这样，中午我做东，咱们边吃边聊，也好把情况给你把事情说清楚。吴会长，吃饭就不必了，既不符合规矩，也没有必要。好得很。在青州这1亩3分地，还从来没有人敢不给我吴振雄面子。老九，提醒一下张涛他们，把嘴巴闭严实点，也告诉会里兄弟们，只要有我吴振雄在，青州的天就塌不了。去吧，为我们铁面无私的秦组长好好送上一份大礼。等他处处碰壁，查无可罚，他就会愿意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这吴振雄的消息还真是灵通。我们刚逮捕张涛，线索刚涉及到他和泰山智慧身上，他就立即知道了。组长，不好了，我们刚从战部接收的王富贵等成员，刚刚在律师的陪同下全部翻供了。组长，我们原本计划去接触张涛供出的几个关键证人，结果他们全部莫名失踪了。组长，更糟的是，张涛也突然改口翻案，声称此前供述泰山会和吴振雄的罪行全是我们刑讯逼供所致，没有法律效力，甚至要举报我们滥用职权。这就是泰山会的反击，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吴振雄这就是在给我们立下马威，逼着我们去赴他的约。秦组长，若是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出手帮忙。队长，咱们何必插手？我们的秦大组长刚才可是夸下海口，后续全部交给他，我们能做的也就到此为止了。赤莲，你想怎么做？你可千万不要乱来。之前的事勉强算是你正当防卫，而现在是在审讯室，案情复杂。放心，我既然答应会堂堂正正地端掉泰山会这颗毒瘤，就一定会做到。张涛，你应该明白，负隅顽抗是没有用的。拿出你之前的态度，老老实实交代泰山会和吴振宏的罪行，是你唯一的出路。两位领导，我还是那句话，我只是个小人物，哪认识吴会长这种级别大人物？你们要是不相信，大可以给我上刑，就像之前一样。正如你所见，
我们轮番审讯，用尽办法，也撬不开他的嘴。显然，吴振雄偷偷传话提醒过他了。不是撬不开他的嘴，也不是他的嘴有多硬，而是因为你们问错问题。面对你们的询问，他刚才足足撒了17次谎。当提到吴振雄的名字时，他的手下意识地在裤缝上摩挲，重复了3次。还有，当审讯员手机不小心亮屏时，他看到屏保上的小男孩时，他喉结的滚动频率骤然翻倍，眼神也有0.2秒的失焦。这些都是内心焦虑、想要撇清关系的典型应激反应，同时也说明他最在乎的不是获罪入狱，也不是吴振雄的警告和威胁，而是他藏在暗处精心保护的那个孩子。普通退伍兵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强的犯罪心理侧写本事。你究竟是什么身份？我承认，你刚才分析的每一个微动作，每一处心理反应，全都在张涛身上得到了印证。但是有一个问题，经过我们前期调查，张涛的确有过2段婚姻，但膝下并无一个子嗣。所以我说，是他藏在暗处的孩子。秦组长，既然你还不相信我，那我们打个赌如何？你待会儿进去，按照我刚才所说审讯张涛，要是还撬不开他的嘴，以后这起案子的调查我绝不插手，全部听你安排。好，我跟你赌，而且要是你赢了，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我可以答应你任何一个请求。哟，秦组长打算亲自上了。按理说，你刚把我从王建军手上救下，我应该报答你的。但泰山会和吴会长的事儿，看我确实是不了解、不清楚。张涛，你说你不了解吴振雄，但你谈及他时，下意识摩挲裤缝，代表着焦急和想要撇清关系。一个小男孩的照片，你真正的软肋是藏在暗中的孩子。张涛，现在不了解、不清楚，别动他，求求你们，别打扰他们的生活。我说，你们不是想了解泰山会和吴振雄，我什么都说。太好了，现在有了张涛的口供，哪怕没有物证，也完全足够对吴振雄以及泰山会进行监听和逮捕了。监听情况怎么样？报告组长，情报无误。今晚正是泰山会和核心成员聚会的日子，吴振雄等人已经全部到。各位放宽心，虚惊一场而已。事情到张涛为止，我已经给他传过话了，就算真暴露，他也会扛下一切。会长，真的假的？张涛他真会愿意？由不得他，那些事他本身就都有参与，一旦招供，只会罪加一等。更不要说，他还有个宝贝儿子藏在外面。我相信，他是个聪明人。好，还是会长英明，有会长坐镇，我们泰山会固若金汤。只要控制事态不扩大，一切都好说。不过必要的时候，还是得让张涛永远闭嘴。只有死人才不会说谎。放心，这点我早有安排，所以各位都把心放肚子里，等到明天天亮，青州依旧是我们的天下。干杯！干杯！会长英明！草菅人命，抗拒调查，无法无天，简直是无法无天！这样不也挺好？在他们自以为能逃过一劫的时候，在他们陷入最疯狂美梦的时候，让他们从天堂坠入无尽的深渊。没错，现在布局已成，人赃俱获，是该收网了。各位，今晚我们此次行动的目标，就是抓捕
包括吴振雄在内的所有成员。同时，据张涛交代，泰山会近5年来最原始、最紧密的账目和交易记录，就存储在地下室的服务器里，务必找到并妥善保管，这是扳倒泰山会的铁证。是。会长，张涛那边你有安排？那王家村什么退伍兵叫王建军的，你打算怎么处理？他这次可差点让我们泰山会栽了个大跟头。他蹦跶不了多久了。我已经联系海外，花重金聘请了一支雇佣兵，专业人士处理专业问题。雇佣兵？会长，这有些太激进了吧？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釜底抽薪，斩草除根。只要王建军这个源头消失了，秦之宇到时候没人没证据，就彻底掀不起风浪了。就是激进什么？青州可是咱们的地盘，咱们说了算。就算会长不让雇佣兵动手，我也会给他安排场意外车祸。放心吧，这支雇佣兵12人，装备精良，而且全是退役的三角洲和海豹，擅长渗透与暗杀。对付手无寸铁的王建军，简直是杀鸡用牛刀，绝对万无一失。说的这么厉害，我倒是想要好好见识一下。吴振雄以及泰山会的各位，这里其中一份是张涛的口供笔录，完整记录了你们垄断工程、挨压百姓等罪行；另这份是你们的逮捕令，还请你们配合跟我回组里，好好接受调查。在我们泰山会的地盘，还想让我们束手就擒，做你娘的美梦！那就比比，究竟是谁的子弹更快！组长，小心！放开我！快点放开我！你这是做什么？配合秦组长调查是我们的义务。我相信秦组长一定会秉公办案的。秦组长，还请见谅，我这兄弟莽撞。吴振雄，你少在这欲盖弥彰，你还是老实交代，你雇佣的那些雇佣兵现在在雇凶杀人，这可是重罪。秦组长，我就是和刚才这位兄弟一样，开个玩笑而已，你怎么还当真了呢？不过我确实得提醒这位王兄弟和你的家人一句，最近小心些，真让人沉塘或者剁碎了，那可就不好了。你是在威胁我？王兄弟，你怎么也误会了？我都说了，是提醒你。组长，地下室的服务器和硬盘全部被破坏了。把这些物证以及他们全部带回去调查。组长，这吴振雄完全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而且他已经彻底疯了，居然雇佣境外雇佣兵，必须立即通缉，抓捕他们。秦组长，我不建议发布通缉令，因为一旦把这伙亡命之徒逼上绝路，他们很可能狗急跳墙，无差别伤害整个青州的百姓。那，你有什么办法？吴振雄刚才不说了吗？他雇佣这伙雇佣兵是为了对付我吗？更好，我等着他们上路。你是打算以自己为饵，引他们出来？这太危险了！对方12个人，还都是顶级的职业军人，你一个人和送死没有区别。秦组长，相信我，放在我曾经的战场上，这种规模的行动，顶多算到餐后点心。好，我同意你的计划。我们会在外围布控，一旦你出现任何意外，我就会率人不计代价强行介入，确保你的安全。可以。你就是秃鹰，老板被抓了，不过行动继续，钱也不会少你们的，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除掉王建军。组长，这个绿点就代表王先生。组长，王先生的计划成功了，他们果然来了。各单位注意，所有人员注意，目标出现，目标出现！一旦王建军放出信号，所有人立即冲进去。
鹰眼就位，目标已锁定。很好，阿尔法小组，你们从3点钟方向主攻，贝塔小队从9点钟方向策应。鹰眼，你自行寻找狙击机会。是。120米外，3人呈品字形，正在靠近一堵半塌的围墙。左后方90米，2人正借着巨大储水罐的阴影前行。700米外，狙击手1名。虽说比之前那些乌合之众强些，但是也挺业余的。现在狩猎开始了。不好，目标消失，目标消失！别慌，他只有1个人，且被我们层层包围，他逃不掉。阿尔法1号，你从左侧门进入，2号、3号火力掩护。安全。阿尔法1号，报告情况。阿尔法1号，1号收到，请回答。阿尔法2号、3号进去看看。贝塔小队保持警戒，火力压制。发生什么事了？阿尔法小组报告，贝塔小组快回话！不到1分钟，就把整个阿尔法小队和贝亚小队灭了。你跟我说他是普通退伍兵？撤退！所有人立刻撤退！不能走！你们已经收了钱，就得替老板除掉王建军。法策，你他妈给我滚开！我是答应了，但并不意味着我会带着兄弟们去送死。那个王建军就是个魔鬼，我在三角洲都没有打过这么诡异的仗。现在想走，晚了。今天你们谁也跑不掉。鹰眼，掩护我撤退。收到。终于找到你了，给我去死吧！你再厉害，还能挡住子弹不成？这。组长，不仅王建军的信号消失了，那12个雇佣兵的信号消失了。王建军，王建军，你听得到吗？回话！不等了，所有人行动！12个顶级的职业雇佣兵，现在却好像死鱼般被堆成了山。王建军，你怎么样？有没有哪里受伤？没事，我都说了，收拾他们几个，简直和吃饭喝水般简单。既然你没事，为什么刚才我叫你不回话？你都不知道我刚有多担心。耳麦，应该是刚才打斗时不小心掉了。拿下，立即带回去审讯，必须要坐实吴振雄买凶杀人的事实。我们可都是职业军人，行动失败已经是奇耻大辱，还想让我们出卖雇主？你们做梦！可如果是，我要你们交代。OK， 我有我的职业素养，但同样尊重强者。我愿意听你的。没错，我们收了1000万美金，目的就是除掉你。我的手机里有沟通记录以及定金的转账记录。组长太好了，有了他们的证词证据，就能够彻底给吴振雄和泰山界他们定罪了。连张涛一个小角色尚且翻供狡辩，更不要说早就见惯大风大浪的吴振雄。而且他被捕时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显然给自己留了退路。就像他雇佣兵，乃是利用他手下阿九之手。没有确凿证据，
正是他。没错，接下来怎么给吴振雄定罪，怎么把泰山会办扎实，这才是真正的难题。行了，时间不早了，我得先回去。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心理测下大师，身手高超，你究竟还藏着多少秘密？你究竟还藏着什么身份？秦组长，这是物理销毁，盘片被高速钻头彻底贯穿，存储结构完全被破坏，还经过了至少800度以上的高温灼烧。李教授，您帮忙再看看吧。这些数据是我们扳倒吴振雄的唯一希望了。秦组长，不是我们不想帮忙，而是我们连一块完整的存储芯片都找不出来。从技术上讲，恢复可能性为0。没错，动手摧毁硬盘的本身就很了解数据技术和网络存储。怎么办？我们所有的努力似乎又一次回到了原点。就像王先生说的一样，现在查出的证据更多涉及整个泰山会，而没有确凿指向吴振雄。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他有无数种方法可以脱身。我马上过来，我有办法修复。没用的，在场所有的技术专家都说了，恢复的可能性是0，数据已被彻底销毁。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0，他们销毁的只是物理结构，但磁介质还存在，就一定有痕迹留下。组长，你说王先生真能修复吗？要知道现场这么多专家，束手无措。我的理智告诉我，这是天方夜谭。但是见识过他一次又一次的创造奇迹后，我相信他这次也一定能。队长，以您的身份和权限，何必这样大费周章？您若不想暴露身份，只需我向上面打个招呼，一道指令下来，别说吴振雄、泰山会，整个青州相关势力都得被连根拔起。我已经答应秦组长，既然已经退役，就是个普通百姓，不该动用的特权就不要随意使用。更何况，我这是代表千千万万的百姓一起讨公道，当然得堂堂正正。各位专家教授，还请等一等，我有一朋友正在赶来路上。他说他有办法修复这些损坏的硬盘。秦组长，我们理解你想破案的心情，但我们这些人都是数据修复领域的专家，像这种物理销毁的硬盘根本没有修复的可能。没错，秦组长，你该不会是被人骗了吧？连我们这群专业人士都毫无办法，他一个外行会有办法？你朋友是什么身份？他来了。各位专家，我没有质疑你们判断的意思，只是这硬盘已经受损成这样，我尝试修复一下，就算失败，好像也没什么损失吧。幸不辱命。这怎么可能？5分钟，短短5分钟，不光是恢复了硬盘数据，通过服务器残存的云端操作痕迹，反向攻破他们的防火墙。神迹，这堪称神迹呀！铁证，这是一份铁证，现在人证物证已经完全闭环，足以完全钉死吴振雄和泰山会。王小友，你今天这番操作，当真是让我们开了眼了。没错，王先生，刚才是我们目中无人。对了，不知道
你有没有收徒的打算？你们想干什么？王先生就算真要收徒，都是收我。论资历，论技术，论天赋，我都是你们当中最强的。滚开吧你！你都一大把年纪了，也好意思和我们争？各位专家，其他的事儿我们先不提，咱们先忙案子。这些数据我虽然已经恢复，但仍旧有多层加密，后续解密梳理、分类归档，还是得麻烦各位专家。王老师，您放心，这些小事儿交给我们就好。没错。王建军同志，谢谢。如果没有你，这次说不定就让吴振雄逃脱了。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更何况这些都是些举手之劳。你的举手之劳，可能是别人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情，而且你又多了个技术大拿的身份。真好奇你还会什么？队长，第二遍喽，你完了。什么第二遍？什么完了？小说、短剧不都这样演的吗？当女主开始对男主产生好奇时，往往就是沦陷的开始吗？好啊，都敢开组长玩笑了。看来是我最近太惯着你们了。行了，还是抓紧梳理证据，然后突击审讯所有泰山会成员吧，趁热打铁，一举拿下他们所有口供。看来秃鹫的行动还是失败了。这份是你手下老九交代，你命令他雇佣秃鹰雇佣兵小队谋害王建军的证据。这份是你硬盘里的关于泰山会非法土地交易建设的证据。这份是你泰山会核心成员认罪伏法的口供。秦组长，说完了，我认罪，我伏法，但我不是会长，我只是泰山会的大管家。真正的会长，你们永远也找不到。这场游戏，你们赢了开头，却赢不了结局。怎么了？吴振雄还是不肯认罪吗？不是，他对于指控供认不讳，只是他说他只是泰山会的大管家，真正的会长另有其人。无妨，隐藏在身的幕后黑手和木偶之间也总有根线牵着，只要现在，迟早会自己露出来的。秦组长，王老师，我们对硬盘数据又进行了一遍梳理，在最底层的数据碎片里，发现了一个名叫“长心行动善后计划”的文档框，被反复覆盖删除。长庚行动，没想到一直从容淡定的他，也有如此失态的时候。长庚行动，你知道这个长庚行动，它对你很重要。你放心，你之前帮了我这么多，这次我一定帮你调查清楚。他既然出现在泰山会数据里，吴振兄就一定知道些什么，我再去审审他。队长，我听说泰山会的案子居然牵扯到了长庚行动。当年行动到一半，却意外遭遇到了敌人的精准伏击，火力配置、人员数量都被对方死死压制。那一战打得异常惨烈，兄弟们折损近半。原本以为那只是意外，如今看来，这场惨烈的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真相。山猫、二牛、医生，那一战。我去晚了，没救下你们。你们放心，我一定把事情调查清楚。
秦组长，我劝你到此为止，所有的罪行我都认了，你也能向上面交差了，没必要再深究。吴振雄，没什么到此为止，我们只一查到底。你还是老实交代泰山会真正的会长，以及你那批数据里的长庚行动善后又是什么情况？那什么长颈行动我不知道，不过你要真想知道我们会长身份，我倒是能告诉你。其实就算你知道了，意义也不大了。他为人谨慎，这会儿说不定已经出国了。是谁？有什么意义？我们自会判断。江南4大家族之一的宋家，家主宋华年。你们说，张涛是我养的狗，而我则是他养的狗。这个所谓泰山会，从一开始就是为帮宋华年控制青州，以及为他的儿子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对了，让王富贵去王建军家捣乱，欺辱他家人，也是宋华年暗中授意。Hello， 来杯香槟。好的，先生，您是在庆祝什么吗？庆祝自由，庆祝新生。王师傅，破解了！那个常规行动善后计划文档，我们已经初步破解了。主要内容是在一个代号“常规”的行动结束后，有一笔高达9位数的巨额美金打到了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经过追踪，账号应该属于江南4大家族之一的宋家。长歌行动没多久，宋家就收到这么一笔巨款，这其中必然有猫腻。查整个宋家。等等，不用去了。宋家身为江南4大家族之一，主要核心是其家主宋华年，以及其独子宋启明。公开资料显示，宋启明长期在海外从事风险投资，掌控着数十家离岸基金，而宋华年也通过伪造护照，抢先一步乘坐飞机出国了。他这是心虚逃跑了。当年长庚行动的惨痛损失，必然与他脱不了干系。出国了？没错，他落地后又转了几趟航班，刻意抹除行踪。我们现在连他在哪个国家都不知道。无碍，不管怎么说，出国绝对是他最愚蠢的决定。在国内，能动用的手段有限，且要遵纪守法。可在国外，我就无所顾忌了。这么说，你有办法了？你知道宋华年最在乎的是什么？从吴振雄的交代以及这些资金最终流向看，他最重视的不是他经营了一辈子的宋家，也不是他赚取的那些不义之财，而是他那个宝贝独子，那是他所有希望的延续。你的意思是，以宋启明作为突破口？没错，秦组长，宋华年父子都在海外，你们想要调查已经不太方便，接下来就交给我吧。我会亲自找上门，查清当年的真相，为我那些枉死的兄弟们也讨个公道。宋，恭喜你，你就是个天生的赢家。你这月居然又在股市赚了好几个亿。赢家？不，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另一个称呼——造物主。启明，泰山会和吴振雄的事情暴露了，只是不知道那事暴露没。我已经抢先出国了，你也小心点，特别是那叫王建军的，有些邪性。爸，放心吧，这里是国外，我有钱、有人、有枪，不是束手束脚的国内。他们要真敢追来，我不介意送他们去见一下上帝。巧得很，我的想法和你一样，在这片土地上，我可以不受束缚，对你使一切手段。你就是我爸说的那谁？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胆，居然敢追到这里。宋，看来你遇到了一些麻烦，需要我帮忙吗？麻烦？
不，以我的100亿身价和我的能量，他连麻烦和蝼蚁都算不上。看来你宋家通过各种违法乱纪敛取的钱财，给了你很大的自信。既然这样，我就把你引以为傲的一切，统统碾碎。3分钟，不管用什么方法，金融追击也好，黑料曝光也罢，总之，我要让启明从一个所谓的华尔街精英，变成一个资产清零、被全世界追债的过街老鼠。真是笑死我了，还让我资产清零，信不信还成你过街老鼠？小子，我这些保镖可都是最精锐的特种兵退役，能死在他们的手里，也算是你的荣幸了。每一个试图对我动手的都没有好下场。3分钟并不长，我劝你还是静心等一等，再做决定。妈，你也配？老子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价值千金，还愣着做什么？给我上！老板，不好了，我们重中持有的那只非洲钴矿股票突然暴跌了80%。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给我把话说清楚！公司的流通资金可全都压在了这只股票上面。主要是因为3分钟前，欧洲有家独立环保组织指出，说矿区存在严重的放射性物质泄漏，这才导致所有买盘消失，股价大跌。该死的，哪来的环评报告？我们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不过，这也说明这只是一场意外，和他的那通电话毫无关系。老板，我们主导的对白银国光色未来公司的并购案，刚也被金融监管部门紧急叫停了。宋，不仅如此，你在长青城的硕士毕业论文被人实名举报，涉及大面积抄袭。长青城大学刚刚不声明吊销你的学位证书。宋，接董事会命令，我们花旗银行将会和高盛等马上联名要求你们偿还贷款，若不按期还款，将马上查封你们公司和账户。老板，还有，完了，全完了！我苦心经营了近10年的金融帝国全部没了。现在你还觉得这一切都只是意外吗？现在你还觉得你是所谓的造物主？是你，这一切都是你做的，对不对？是你，对不对？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我是谁？一个为家人讨公道，一个为兄弟寻真相的普通人罢了。普通人能光靠一个电话，3分钟就毁掉我所有的产业，你骗谁呢？信不信由你，不过接下来该你回答我的问题了。第一个问题，你父亲宋华宁现在在何处？第二个问题，你们宋家和长庚行动以及血蛇组织究竟有什么关系？长庚行动？什么血蛇？什么长庚行动？栽赃陷害，我听都没听说过！你不要在这栽赃陷害！你这副心虚的样子，你果然是知道些什么。你想做什么？还不快给我上！是快破产了，但我现在还是你们的老板！快上！我要是出事，你们这个月的工资谁给你们发？
起飞！快点给老子起飞！起飞！小子，你给我等着！你毁了我的一切，今日的耻辱，迟早会让你1000倍、100倍还回来。小子，你不是很能打吗？你不是想知道我们是怎么知道长城行动的？有本事你上来，老子我就告诉你！上来，那你给我等好了。Oh my god！ 我的上帝，我这是看到了什么？快给我拉钩，加速！他追上来了！不好，油箱坏了，平衡系统也坏了，仪表盘也全部失灵了。老板，我们要坠机了。魔鬼，怪物，你不要过来！现在我们可以回答那2个问题了吧？为什么那份所谓的善后计划会在你们的服务器里？为什么长春行动之后，你们宋家会收到那么大一笔转账？我不知道。回答错误，继续。我真的不知道，你要找去找我爸。继续。我没有骗你，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爹他为人谨慎，连我都不知道他在哪。至于你说的那什么长庚行动，我也只是偶然偷听到我爹和人打电话的。事后他再三强调我不要多嘴，具体的内幕我真不知道。现在给你爸打个电话，让他把话讲清楚。爸，救我！他就是个魔鬼，他不是人，他要杀我！你快点救救我！什么？爸，救我！你快点救我！宋华年，你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我奉劝你，乖乖回国投案自首，并且主动交代你们宋家和长城行动以及血蛇组织的关系。你是王建军？告诉你，你要是再敢动启明1根手指，我保证……我的腿，我的腿断了！爸，你快救我！我动了，你又能拿我怎么样？王建军，我承认我低估你了，但是这样就想逼我束手就擒，简直是痴心妄想。我宋华年从不接受威胁。启明，你再忍耐一下，爸要真回国自首，我们宋家就彻底万劫不复了。爸向你保证，你受的每一份伤害，都会让他100倍偿还。你别看我，我也不知道他还有什么下手，但你放心，他绝对不会管我的。我可是他的独子，别杀我！建军，你妹妹小雅被人抓走了。
妈，你先别急，我马上回来，咱们有话慢慢说。建军怎么办？我报警，警察也没有办法。建军，你妹妹她不会有事吧？妈，你放宽心，他们是冲我来的。抓走小雅只是用来威胁牵制我，所以她暂时是安全的。王建军，没料到吧？咱们俩都想到一块儿去了。现在你妹妹在我手上，想保她性命，就乖乖把启明给我放了。宋华年，你当我是蠢货吗？现在我们彼此手上都有人质，大家投鼠忌器，谁也别想占便宜。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做个了断吧。你不是一直在找我吗？现在告诉你，我在血蛇岛，你妹妹也在。3天后岛上交换人质，现在公平了吧？宋华言，我答应交换，但我警告你，我妹妹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保证让你们做宋家所有人鸡犬不留。口气倒不小，这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建军，你的手。妈，我没事，你放心，你就在家安心。我一定会把小雅完完整整的给你带回。队长，是我失责，我有安排人手暗中保护小雅，但都被对方重伤了。是我的错，我应该派更多人保护小雅的。不必自责，防得了一时，防不了一世。对方为了对付我，不择手段，就算今天绑架小雅没得手，也会找我其他方面的软肋。那你打算去交换人质吗？这明显是宋华言为你精心准备的圈套，就等着你自投罗网。没错，队长，血蛇岛当年可是血蛇组织的老巢，而从目前局势看，血蛇组织多半有余孽死灰复燃。宋家和泰山会很可能就是他们的着人。血蛇组织就是当年那个臭名昭著，号称只要开得起价，连国主帝王都敢刺杀的跨界杀手组织。没错，所谓的长庚行动就是剿灭血蛇组织。原本是场毫无悬念的战斗，可却意外遭到埋伏。等到队长赶到，覆灭血蛇组织，兄弟们已经死伤大半了。血蛇组织居然是被你灭掉的！我原本猜测他在军队任职特种部队长官之类的，可现在看来，他的真实身份只怕远超我的想象。这事儿既然牵扯到血蛇组织，你更不能贸然上脑。那我们得调查清楚，从长计议。宋华年不会给我们太多时间的，必须抓紧营救小雅，他是被我们牵连的。而且我有预感，长庚行动惨遭伏击，兄弟们枉死的真相，这次也要揭开了。我知道再劝也留不住你，我只有一个要求。我必须跟你一同前往血蛇岛。你别多想，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危，绝不能再发生像之前雇佣兵那样的事情了。而且我是调查组组长，案件涉及的宋家父子，我应该也必须全程跟进。我也去，队长，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并肩作战了。还有我，队长，你就让我将功赎罪吧。我手下的那些兄弟们也都憋了一口气。登岛的人不宜太多，你们率人在外围等候，建立封锁线。等我们救下小雅，你们行动，到时里应外合，将他们一网打尽。是，队长。别怕，按时间算，你哥差不多就快到了。等我救下启明，就把你们兄妹一起丢下去，喂这些小宝贝儿。到时你就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小雅，小雅别怕，哥在这儿，哥马上就救你下来。王建军，你胆子不小，居然还真的来了。少废话，我把她给你带过来了，你快点把我妹妹放了。你放了启明，自己去救不就行了吗？他只怕还想耍些手段。等我救下小雅，你再彻底放开他。多谢楚老救下犬子，楚老果然高风亮节，身手不凡。什么？你是楚老？你认识他？楚老乃是青州唯一的武道宗师，一身古武修为深不可测，据说几乎刀枪不入。不过他平日为人正派，行事磊落，怎么会和宋家父子同流合污呢？小姑娘，你竟然知道我，还不快束手就擒！还有，分明是你们绑架宋少，从而威胁勒索宋家主。我出手帮助宋家，怎么能算同流合污？绑架勒索？楚老，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没什么误会，宋家主早就把事情前因后果告诉我了。是你们无耻的绑架宋公子，他被逼无奈之下，才同样绑架了人质，并请我前来主持公道。没错，楚老，这两人简直丧心病狂，穷凶极恶。他不仅绑架了我，还把我的腿生生打断。你一定要替我报仇！你骗人！我哥不是那样的人，你们才是坏人。他刚才还说要把我丢进蛇坑喂蛇，哥，你快跟他们解释清楚。小雅，哥哥今天教你一句话。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再多的辩解与颠倒黑白，都毫无意义。好大的口气！无知小儿，果然和宋家主所说的一样，仗着有些许实力就口出狂言，无法无天。既然你不知敬畏，那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哥，好大的威力！楚老就是这样，赶紧废了他！王建军，你不是挺厉害的吗？你不是挺嚣张的吗？现在怎么只知道躲了？枪乃百兵之王，你一味追求花哨术法，实在有些本末倒置。在我看来，世间枪术万变不离其宗，核心不过拦、拿、扎、格、击、洗。一直知道他武功高强，不过每次都是事后才赶到，这还是第一次直接看到他直接出手，果然刚猛。刺！
输了。我苦练枪术几10年，居然在最擅长的领域输给你个狂妄之徒。不过，纵使我败落，你也休想让我向你低头屈服。楚老，你真的误会了，我们不是绑架宋凯明，而是依法逮捕了他。依法逮捕？没错，他们父子不仅通过泰山会在青州作恶多年，甚至还和曾经臭名中昭著的境外血蛇组织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我是纠察组组长，抓捕他们父子，并将他们绳之以法，本就是我们的职责。这，宋家主，他们说的是真的吗？真的又怎么样？亏你还自诩什么武道宗师，连个普通退伍兵都对付不了，简直是浪得虚名！说完了。那就好好交代一下，你们和血蛇组织究竟是什么关系吧？你想做什么？爸，怎么办？你给我想想办法！别动，都别动！这四周我埋满了烈性炸药，只要我按下去，你们现场所有人都得给我陪葬。所有人给你陪葬？你这是什么意思？以为我不敢是吧？我告诉你，这足足埋了上百斤烈性炸药，足够把方圆1公里全都夷为平地。既然你这么自信，大可以试试。你，爸，不能按啊！既然你不敢按，那就我来帮你。不要！啊，怎么回事？难不成你买炸药买到假货了？原因很简单，你给我设下了所谓的天罗地网，我自然也有我的准备。队长，全岛所有炸弹已经全部拆除了。我们对整个血蛇岛也完成了全域搜查，除了蛇有点多外，并没有其他异常，也没有发现血蛇组织余孽的踪迹。你究竟是什么身份？居然能调动这么多的战机和人马？这不该是你问的。你现在已经老实回答我之前的问题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我说，我不是血蛇组织的余孽，我只不过是个听命行事的小人物。没错，我们错了。虽然我不知道那什么长庚行动和血蛇组织的具体情况，但我可以弥补，包括这些年通过泰山会赚取的黑钱，我也能如数捐出来，只求你能放过我一马。现在知道错了，可我最讨厌的就是事后道歉。还有，你觉得人命也是用钱能买的吗？陈虎，代号山猫，入队13年。长庚行动去世时，儿子刚满3岁。李默，代号2，入队8年。不往去世前，刚提交了结婚申请，打算和长跑6年的女友结婚。赵明统，代号1下，明明吃穿不愁，却毅然加入。他们都是我的生死兄弟，却在一场必赢的行动中死得不明不白。
哪怕我当年赶到，将血蛇组织灭了个干净，也难消我心头之恨。什么？是你灭掉的血蛇组织？难怪大人会让我针对欺辱你家人，难怪他指明要我在这血蛇岛交换人质。大人，你口中的大人是谁？不好，这烟雾有毒！蛇，好大的一条蛇！王建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以为自己赢了，殊不知聪明反被聪明误。朱叶青大人，你终于来了！王建军以及他的手下全部引出来了，任务圆满完成。干得非常好。不过你也没用吧？你就是幕后主事之人，当初血蛇组织的余孽，长庚行动也是你泄密的。没错，当时我还是龙分部的会长，意外通过宋家渠道得知你们打算剿灭我们血蛇组织，我第一时间传讯总部，可惜还是低估了你的实力。我的父亲、兄长全都惨死在你的手里，至亲之仇不共戴天。为了钱财，你们组织动辄灭人绝户，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我们剿灭你，乃是替天行道。好一个替天行道！那我今天要是弄死你们，按照你们龙来的老话，是不是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王建军，我知道你的身份，也知道你的实力。这些年，我苦练玉蛇控兽之术，就是为了今日报这深海血仇。凭这些毒蛇长虫就想要报仇？当年我能踏平你们组织，今天我照样能灭了你们这些余孽。是吗？这话我还真不相信。我这些宝贝，每一条都堪比宗师，我今天就算磨，都能磨死你。秦组长，我之前是被宋华年花言巧语蒙骗，一时糊涂，这才助纣为虐。如今我看清楚了，还请让我助你们一臂之力。王建军，乖乖上路，你不会寂寞的。等你死后，我会把你重视的家人全部送下去陪你，把你拼死保护的国家也一点点的摧毁。不好意思，恐怕今天要让你失望。哥，你没事，真是太好了。该死，王建军，这是你逼我的！一无
精血化我蛇躯。小黑，该你了。王建军，我这血饮吞噬之法，能汇聚所有力量于一体，威力增强10倍不止。我不相信，这回你还能抵挡？这么久了，终于出现人，值得我出剑。怎么可能会这么强？没什么不可能。自退役后，因为不是战场杀敌，我一般只用1-2成实力。而刚才这一剑，你成功让我用了4成。4成？所有一切都结束了，兄弟们，你们也终于可以瞑目了。哥，你刚才那一剑太帅了！你这些年当兵，在战部究竟是什么厉害职位？就是普通士兵，日常执行任务打打杂而已。秦组长，他们就交给你了。没问题，我已经提前联系好了专机，会把他们全部带回青州，让他们全部接受法律的制裁。这是泰山会贪污案、宋家涉黑案以及血蛇组织残余卫里的后续逃过调查和处理报告，你看看。没什么问题，辛苦你，秦组长。不辛苦，在你的帮助下，此次不仅连根拔起了死灰复燃的血蛇组织，还顺着线索捣毁了多个跨国不法组织，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甚至连国主都惊动了。我代表调查组和青州方面，由衷感谢你为本案做出的贡献。秦组长，不必如此客气，所有宗训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给你续点水。这是战部特供药膏，对各种伤痛都有奇效。哥，原来知雨姐姐是你的女朋友啊！难怪我总觉得她看你的眼神不一样。女朋友？小雅这么误会了，那她是什么想法呢？小雅胡说什么呢？对了，竹叶青，还有楚老的处置结果确定了吗？竹叶青证据确凿，等回到青州就会移交相关部门。而楚老此次主要是被宋华年蒙骗，后期还幡然醒悟，将功赎罪，应该会小惩大戒。芝芝，你是不是半个小时后航班落地？妈，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妈，你该不会又想给我安排相亲？芝芝，这次和以前那些不一样，我给你物色的这个家世清白，品行端正，你绝对会满意的。爸妈，我的事儿你们真不用操心，我心中有数。你的终身大事，当妈的不操心，谁操心？这事就这么定了，我们现在就在机场等你，你别想跑。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即将抵达青州机场，请做好着陆准备。是，领导您放心，我这就安排。接国主最高指令，立即清空3号跑道，无条件为战部专机降落，沿途航班全部避让。通知治安厅、海关、纠察院，最高规格立刻派专人专车前往停机坪等候，按照最高规格接待。我郑重再提醒一遍，待会儿要降落的乃是我龙来唯一的5星战将，绝对不容有失。甚至国主他老人家都在赶来的路上。
明白。队长，这事和我没有关系，我没有泄露你的身份。可能是巧合，机场未必就是在为我们戒严。这什么情况？哪位大领导下来视察了？这么高的规格，不是战部高层，就是国主身边的重臣。秦伯父、秦伯母，你们别介意，应该是青州方面知道我回来了，所以这才大张旗鼓。哦，原来是这样，我怎么把天佑你给忘了？芝芝，女儿，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和你说的楚公子。芝芝，怎么样？楚公子优秀吧？爸妈这次没骗你吧？爸妈，我之前说的很清楚，我的事情不用你们操心，而且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有喜欢的人？谁啊？对啊，芝芝，什么时候的事儿？我们怎么不知道？你该不会是骗爸妈的吧？爸妈，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我喜欢的人，就是他。小伙子，你这真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没错，我家知玉每天冷冰冰的，我都差点怀疑她不喜欢男人，快把我愁坏了。现在我们也能松口气。秦伯父、秦伯母，你们怎么能这样？这个王建军，我最近有所耳闻，不过是个普通退伍兵，最近还频频惹事，把青州搅得乌烟瘴气。都给我老实点，特别是你，你的罪名不重，别再惹事。李队，你放心，这次事情过后，我就闭门潜修，不再掺和世事。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包括我楚家所有人胆敢欺男霸女，不用你出手，我自己自首。不，我自我了断。前面这是怎么了？好像是有人在捣闹事。而且他连自己的家人都保护不住，屡次三番遭受欺辱，甚至还被绑架。秦伯父、秦伯母，你说这样一个本事平平、身份低微的人，配得上知羽吗？又有什么能力保护知羽？芝芝，楚公子说的都是真的，还有这些事儿。爸妈，你别听他胡说，他根本不了解前因后果。而且建军要是还叫没本事，这世界上就没人有本事了。那你说他有什么本事？我楚天又不是胡搅蛮缠的人，只是你们一家人的行为未免太过羞辱人了。那个楚公子，对不住，这事儿怪我，是我们没有提前了解清楚。秦伯母，你不用说了，我现在只想看看他究竟有什么本事，能让你们一家人都这么捧着他。兄弟，怎么样？我们俩比划一下。比划什么比划？臭小子，我看你皮又痒了，简直是胆大包天！爸，你怎么在这儿？老子要是今天不在这儿，又让你小子闯下弥天大祸，甚至连累我整个楚家吗？弥天大祸，连累楚家？爸，你就放心吧，我心里有数。这大庭广众之下不会下死手的，我只是想教训一下他。你个臭小子，以为我拦着你是怕你打伤他？我分明是怕……等等，我刚刚听说你也是战部在册成员，既然如此，我便答应你的比试，就当是前辈指点你一下这个后辈。好大的口气！来来来，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什么本事！
给我破！天佑！你怎么会这么强？如此恐怖的实力，你绝不可能是个普通退伍兵。你究竟是谁？你很好奇他的身份，那我来告诉你。他是我龙来唯一的5星战将，是我龙来当之无愧的复国战神。拜见5星战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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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5星战将！